我正在尝试辨认远处火山的形状，以此推测曾经的地貌运动。其实并不算是研究，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看看这本手册，上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坐落在那不勒斯东海岸的维苏威火山，被命名为欧洲最危险的火山。在许多世纪，它都处于休眠状态，但在公元79年却突然爆发，摧毁了当时的庞贝古城。所以在未知的力量面前，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这其中也包括一种坦然面对的姿态。借用某位同学的话来说，大概是因为每到年末，工作总是格外的多。今年生日要跟你一起在家里过的约定，我怎么会忘？我只是相信你的安排。毕竟这一天，你做的所有事，对我来说都是惊喜。我看了你的实验报告，结果似乎并不理想。第二次实验正在进行吗？你对这个感兴趣？
关键部分已经完成了，剩下的让阿明盯着就可以。这是之前我进行的一个关于脑损伤情感认知实验的衍生研究。这个实验是探究人脑中产生亲密感情的深层因子，但由于大脑深层回路的复杂，仅凭激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对于其他人或事物的成瘾行为。都中午了，我们似乎在生科所待得有些久了。我应该没有打乱你的生日计划吧？做任何事都可以的话，那现在我想跟你一起回家了。比起实验，今天的我更想要知道你给我的惊喜。我承认，我很期待。在那不勒斯的时候，在回炼狱市的飞机上，我都很期待。因为你永远都会出乎我的所有意料，给予我特别而美好的一天。通常来讲，保持一定的期待可以延长惊喜的有效期。更何况，这是你为我而准备的惊喜，我很乐意去延长对它的期待。是冰川的味道。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我们一起在北欧看极光的时候，那段记忆很深刻，所以很容易就能够分辨。这就厉害了吗？要是我说我还知道音响里应该是炼狱市入秋的第一场雨的录音音频呢？那天天气骤冷，睡觉时某个怕冷的小朋友一直缩在我的怀里。半夜楼下还有小猫的叫声，你还记得吗？那晚的小猫叫声
刚刚我在音响里也听到了。况且住了这么久，我们家楼下那棵树被雨敲打的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原来这就是今年你想要送给我的。我记得最开始你准备礼物的时候，特地把我赶到隔壁去睡。那时我就知道今年也会收到一份特别的惊喜。但奇怪的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好奇，变得期待。非常满足。你是说，在我办公室里看到的那份报告？现在你眼里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好像能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我仍然想要从你的口中听到更多关于我的解释。你说的这些事，我都记得。不过恰恰因为什么都记得，有时候我反而不太懂得怎么处理重要的记忆。但今天我似乎明白了，重要的记忆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客厅里没有的话，不如去储物间看看。
我去意大利参加一个会议时，途经了一场火山爆发。当时人群四散，而他似乎被人遗弃在了慌乱中，便恰好被我捡到。但现在看起来，我好像也并没有将它妥帖收藏。当时我对火山并没有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仅仅只是过去怎么够？现在的许墨也要和你交融此刻的记忆。可现在，我们不是在只属于我们的世界中吗？在这里，做任何事都可以。譬如，欣赏你要展现的光影秀。抱歉，我刚刚说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在乖乖等你给我的惊喜呢。似乎每一年，你都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斑斓，让我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存在。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本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只不过这份吸引力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比如去年我们写下的信，在今年也同样成为牵引着我们的一部分。要不要一起拆开这个远渡重洋的礼物？
只要拥有着你给予我的时光，不论在哪里，我都会很快乐。所以，我想要和你不断延长这份记忆，让它即使横亘海洋山川，也依然绵延不绝。你写下的那一刻，就已经实现了。